为什么我常常听到某某某名人移民到新加坡，却很少听到有什么大咖移民到隔壁的马来西亚呢？比如国际巨星李连杰、巩俐，还有 TVB 的配角王许绍雄等，都移民到隔壁的新加坡，而不是来马来西亚。还有，你不要以为只是黄种人移民到新加坡，连白人也是。Facebook 的联合创办人沙布人，他也移民到新加坡。而这些人为什么选择新加坡，而不是隔壁的马来西亚呢？随便可以的。好，谢谢。不用介绍了啊，这是什么的家吗？这饭厅，这每次来都是好像不想走的。最喜欢就是这样子看下去，很舒服。刚才从下面看上来就是看到这个地方，很舒服，很高很很高。那我知道许大哥现在是永久居民。啊，对。那接下来已经很久了，对，永久居民。所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会就是把重心移到新加坡吗？已经开始想这样了啊，有时间马上去申请。我希望批给我了。所以就要当新加坡的公民。对。可能有些人会喷，人家新加坡是移民国家，你马来西亚是咩？那很不好意思，我在这里可能要打脸你一下。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资料显示，截至2023年7月底，马来西亚有约300万的合法移民，占当时马来西亚人口的3340万的8.9%。这个数据也就是说，马来西亚已经接受了相当于半个新加坡人口的移民。所以你现在说说，马来西亚是欢迎移民呢，还是不欢迎移民呢？而新加坡方面呢，截至2020年也接受了252万的移民，其中中国人占了38万。而这些移民呢，占新加坡2020年的总人口的44%，已经接近一半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如果走在新加坡的大街上，你看到2个人，每2个人当中，其中一个可能就是移民，不是 born in 新加坡。由于我暂时拿不到2023年新加坡的移民数据，所以在这里暂时无法提供给你。但相信截至2023年，新加坡的移民人数应该也有接近300万了。如果照刚才的趋势的话，所以你从这数据你可以看出，这长堤两岸的2个国家都是很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，尤其是在东南亚，这2个国家是现代化最高的国家。但如果我们细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在质量上，这2个国家所吸收的移民，他们的质量是有很大差别的。马来西亚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，但马来西亚的本国人呢，他本身是不喜欢干那些粗活累活，所以造成马来西亚的建筑业、农业，还有那些，总之你可以想到那些脏活累活，比如讲路边修路啊，或者是晚上倒垃圾啊，那些全部清一色都是外劳的，本地人是不干的，被迫要从那些欠发达的国家，比如印尼、尼泊尔、缅甸这些，引入这些劳工来填补本地人不愿意干的空缺，不然这个国家无法正常的运转。然后这些外劳来这边工作久了过后，久而久之可能就不小心爱上了马来西亚，然后就入籍了呗。这情景就像当年你的祖先那些华人、印度人那样，漂洋过海来到南洋，然后在这边工作，久而久之就入籍了。只是这个故事重新复制了一遍，发生在这些外劳身上。就至少现在的马来西亚比他们的原籍国还要先进，至少先进一半吧。就好像当年的华人从明清时代开始移民到马来亚。是因为那边找不到工作，免不了生。现在的缅甸情况也类似，我也认识到几个缅甸的朋友，他们也是有10多年没回去了，是待在马来西亚工作，因为在缅甸他们也找不到工作，还分分钟可能丢了性命。而根据世界银行估计，马来西亚一共收容了140至200万的有证移民和120万至350万的无证移民。而这些移民呢，主要来自印尼、孟加拉、尼泊尔、菲律宾还有缅甸的罗兴亚人。由于文化、语言、宗教非常相似，印尼是这群人中最大的移民群体，主要从事一些建筑、农业、家政，也就是女佣等半技能或者是低技术的工作，是马来西亚经济的主要贡献者，我们要感谢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尼克，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，现在是时候关注了，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哦，我会每一周更新。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犹太人如何控制美国的超级大国，进而控制全世界呢？如果你没看的话，请按上面链接去看，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。而作为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新加坡，则不太需要这些低技术的移民。相反，他想吸收更加高端的人才、商业精英和富豪来到新加坡，来为其维持其区域竞争力，还有吸引更多的资源来到新加坡这个地方。毕竟新加坡很小，如果他谁都要的话，那新加坡不是人满为患，就这么小而已。所以新加坡选择最优秀的那群人，因为这些人一个可以打100个。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比那些低技术员工多300倍、3000倍都不止。鉴于新加坡在亚太的战略地位和拥有丰富的人才库，
所以被很多跨国公司视为他们在亚洲或者是东南亚的总部。作为亚洲最重要经济体之一的新加坡，一直以来作为文化和民族的大熔炉，一直吸引着全世界有不同社会背景、经济背景的人前来寻求更好的机会。我觉得对于我的行业来讲，科技行业来讲，新加坡有很多科技大厂、科技公司，它主要把它的亚太区的总部设立在新加坡，所以相对来讲，薪资方面跟马来西亚比起来会更加有竞争力。毕竟新加坡就比较偏金融中心的这么一个地位嘛，新加坡比较多外企嘛，海外的一些公司 regional HQ 啊等等都会放在新加坡比较多嘛。所以自然的，它跟国际接轨的机会是比较多。毕竟新加坡的出生率很低啊，主要依靠外来人口和移民支撑起国内的劳动力。但是新加坡也是很挑剔一下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它都要的哦，它也是蛮挑剔的哦。所以人才才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资源，它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呢，所以它是靠人取胜。所以不是没人移民来马来西亚，是有人移民来马来西亚，只是多数这些人呢是默默无名的外劳。而移民去新加坡呢，多数是高技术的移民，或者是某某成功公司、知名公司的创始人，比如曾经问鼎新加坡首富的海底捞创始人张勇，他也是从中国移民到新加坡。而这些 figures 呢，它是比较吸引媒体的关注和报道，只是马来西亚的人是比较 low profile 的，比如外劳那些，所以没有什么报道。所以让你产生错觉，全部人跑去新加坡，没有人来马来西亚。其实两边的人数是一样多，只是新加坡那边的质量是比较高的。不过这里有一个劲爆消息，就是2023年3月7日，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源部长西瓦库马他表示，截至2022年，已经有186万的马来西亚人移民海外，也就是这300万的外劳进来，但是马来西亚自己也流出了186万。这个我不用看到 figures 都知道，大多数是华人。而这186万里面，其中的72.4%，也就是113万人是被新加坡吸纳掉做他们的公民。所以这个是不是验证了一句话，叫做“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”啊？马来西亚吸了那些比较欠发达的国家的外劳当公民，而马来西亚自己的高素质公民却流去新加坡做他们的公民。根据联合国2020年的数据，那在186万远赴海外工作的游子当中，到新加坡工作的就占了60%，达到113万人。除了汇率优势，那新加坡还有哪一些职场魅力让我国人民趋之若鹜呢？所以如果照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，马来西亚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越新加坡了哦。你觉得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交流吧。好，我今天分享到这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欢迎你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，我会每一周更新。还有我下期还会继续更新关于新加坡移民的视频。如果你想继续收看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哦。如果你想知道为何马六甲海峡只带富了新加坡，而马来西亚和印尼也在这航道上却无法靠它富起来，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，请按上面链接去看，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。好，我是尼克斯，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记得关注或订阅哦，拜拜。